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身前导演敢选，诚意敢演，真人版柯南破案谍战题材真心上头。2024版身前的双男主阵容一度是让人质疑的，更是和大反派的张天阳饰演起了一根筋的云红旗，诚意饰演的云思申也并不让人看好。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挑战谍战题材。众所周知，演员除了演技外，也讲究角色的兼容性，让诚意去当特工似乎有点勉强。要知道，特工的形象是越低调才越安全的，诚意是精致儒雅的气质，难免显得太过高调了点。不过，导演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一点。诚意饰演的云红申一上来江湖地位就是很高的云家小少爷，而这个角色也不是什么潜伏型的特工。云红申表面是特工，事实上他却更像是民国版的柯南，主要以找线索为主。剧情从曲文志的死开始，似乎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来不及传递信息的云木之只好以死来暗示组织。事情存在重大的变故，希望组织收到信息后能赶紧制定解决方案，揪出昆吾并阻止敌人阴谋，成了云红申最大的动力。云木之给他留下的这个任务特别的艰巨，虽然云红申已足够优秀，但敌人却每快他一步，总能在云红申一找到新的线索之际，就马上掐断信息的来源。云红申与敌人在刀光剑影中的见招拆招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，可以看出导演在设定上的别出心裁。诚意饰演的云红申跟以往的特工是有很大不同的。如果说传统的特工是一张暗牌，那云红申就是一张明牌。云红申是不按套路出牌的，他不需要像传统的特工需要遮遮掩掩潜伏。毕竟他是云家小少爷，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所以当他想潜入军统时，是光明正大的潜入的。当然，也是光明正大获得长沙站站长柯敬平认可的。而柯敬平面对亲信们对云红申的质疑，更是理直气壮怒骂正是全站的无能，才要迫不得已去启用云红申这种有能力的外人。所以不得不佩服编剧这样的设定，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合情合理。谁说卧底就一定不能曝光？云红申这样的潜伏，新奇却也好看。他的理由也很得当，对外敌目标是一致的。在云木之牺牲后，云红申像是一夜长大，比起哥哥云红旗，他更像是云家真正的支柱。无论是大局观还是本身的情绪，他都能更好的驾驭。在奶奶惨遭毒手后，云红旗悲伤的昏天暗地，好久都没能恢复过来。而同样悲伤的云红申，很快都冷静了下来，撑起了摇摇欲坠的云家，并用最短的时间锁定了米小姐就是凶手。诚意版的特工不是最强的，却是最体面的。云红申是当着最体面的云家少爷，拿着军统的高工资，干着自己的热爱事业，清除着各种叛徒，并让文业明更加坚定地改投我党。然而在云红申的帮助下，军统那边也获得了相当好看的成绩。如果没有云红申的深入，光凭副站长与凌寒的狗咬狗，敌人还没清除，军统就已经千疮百孔，自己崩盘了。诚意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，毕竟他的身份是很特殊的，不管是敌人还是军统的人都在盯着他，只要稍微安排的不够合理，就会变得漏洞百出。云红申这个角色同时也很复杂，他从小到大就是随心所欲的，在云木之还没牺牲时，就曾让他参加过一些小任务。很明显，虽然个人能力强，但没什么团队精神，比较不听指挥。在接起云木之衣钵后，云红申终于知道遵守纪律有多重要，也明白只要稍有不慎，不但会让自己深陷泥坑，也会导致很多战友无谓的牺牲。在得知哥哥私下潜入白庆奎定盗取资料后，
云鸿深一脸严肃警告哥哥下不为例，因为这不是在帮忙，而是在害人害己。说的云鸿奇是一愣一愣的，不知情还以为云鸿深才是哥哥。在与敌人的较量中，云鸿深并不像以往神剧中无敌的设定模式，他更像个普通人，通过摸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前进，最终慢慢找到他想要的线索。他像柯南一样有着严谨的智慧，也像柯南一样为正义而战。诚意把云鸿深这个真人版柯南演绎出了独有的魅力，确实让人回味无穷。